係 Travel by Ice 頻道。埃及之旅嘅第7集呢，我哋繼續留喺 Fayum 去沙漠入邊嘅鯨魚谷探索。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呢，記得按讚同埋訂閱我嘅影片，等我可以分享更多旅遊嘅資訊俾你。出發去鯨魚谷之前呢，我哋先去沙漠入邊睇下佢嘅水利工程。呢兩個湖呢，係大概70年代呢農業排水呢，佢有多餘嘅水就排過嚟呢度，慢慢累積而成嘅。後嚟政府呢，就喺呢一度開咗一條人工瀑布，將兩個湖連埋一齊。雖然呢，呢個係一個人工開鑿嘅瀑布同埋湖，但係喺沙漠入邊見到呢個景觀都幾特別。鯨魚谷咧係位於 Fayum 入邊一個古生物嘅遺址，距離開羅大概150公里。如果喺 Fayum 出發嘅話咧，大概半個鐘左右就到啦。佢係埃及唯一一個世界自然遺產。點解沙漠入邊有鯨魚？因為喺大概4000萬年前，鯨魚谷而家嘅呢一片區域呢，以前係海洋，係古特提斯洋嘅一部分。你可以想象成佢係地中海嘅一部分延伸，然之後而家一路向後退到得返地中海嘅一部分海洋。嗰啲鯨魚同埋其他海洋生物咧，佢哋死咗之後咧，佢哋嗰啲屍體就會沉入海底啦，就俾啲沉積物咧掩埋。然之後喺一個好好嘅條件底下咧，佢哋所有嘅遺骸咧都可以石化同埋保存落嚟。隨住近幾千年板塊嘅運動，海底開始抬升，形成咗而家嘅沙漠面貌。同時咧，都令到呢啲本身喺海底入邊嘅化石咧，可以重見天日。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喺呢個咁戶外沙漠嘅地方咧，見到好多鯨魚嘅化石。呢個就係鯨魚谷最特別嘅地方。而且呢啲鯨魚咧，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嘅藍鯨或者係其他鯨魚，而係咧佢係屬於一個已經滅絕咗嘅古鯨亞目始祖鯨。通過呢啲古代鯨魚化石，我哋可以見到鯨魚以前係由陸地嘅哺乳類動物慢慢演變成為海洋嘅哺乳類動物，而呢一啲化石咧就係鯨魚演化史嘅決定性證據。因為我哋可以喺
啲化石入邊咧，好清楚咁睇到咧，佢哋係有後肢啦，有指骨，證明咗佢哋以前咧係一個陸地哺乳類，係有四肢嘅，然之後慢慢演變成為海洋嘅哺乳類。重點係咧，好多其實都係好完整嘅。我哋可以沿住佢呢啲已經標咗籤嘅化石咧，就一路向入邊行，咁就一路去參觀。咁除咗鯨魚之外咧，呢度都發現咗喺同一個時期嘅其他生物化石，例如鯊魚啊、海龜啊、鱷魚啊等等。如果中意考古嘅朋友咧，我覺得呢度係非常之值得推薦，因為呢度咧雖然冇金字塔、冇法老、冇木乃伊，但係佢有好多鯨魚嘅化石，而且保存得好好，可以滿足到你喺一個沙漠入邊轉個彎就竟然見到一具哇好完整嘅遺骸。同埋鯨魚谷佢本身咧四面都係沙漠，望唔到綠洲啦，所以成個感覺就係好震撼。得留意嘅咧就係呢一度咧係只可以步行，佢係冇接駁車去車你去或者車你翻嚟，而且佢所有路咧都係彎位，即係話如果你由起點開始啦，一路行，一路行到好入嘅時候咧，咁你又要預翻同樣嘅時間去折返翻嚟。咁大概咧，如果要行嘅話咧，平均咧你要預2個鐘左右。喺呢一個鯨魚谷嘅自然世界遺產入邊，除咗鯨魚化石本身係好有價值之外，其實呢一度嘅地貌咧都係非常之壯觀。佢唔單止係沙漠，我哋咧可以見到咧有一啲風化咗嘅岩石柱。咁呢啲石柱咧係以前古代海洋嘅沉積物咧，經過幾千幾百萬年嘅風蝕作用形成嘅。除咗海洋生物嘅化石咧，我哋仲有發現一啲海洋植物嘅化石，例如呢個紅樹林，證明咗咧以前呢一個海底咧都算係一個亞熱帶嘅地方。咁視乎你係咩季節去啦，我就係2月去咧，咁佢就好大風，比較乾燥。所以咧都係需要帶水嘅。咁如果係夏天去嘅話咧，相信就一定會非常之熱，咁咧都要帶夠充足嘅水分啦，同埋防曬嘅用品。